最近这几个月，全世界都在盯着一个人的嘴，因为从他嘴里冒出来的每一句话，几乎都在重新定义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没错，就是帕克。最近这一段时间，他在自家节目跟海外访谈里讲过的每一段话，让中南海笑开了花，让五角大厦气到跳脚，让台北彻夜难眠，让东京紧急开会。为什么？因为这位曾经被全美国视为对华第一鹰派的男人，这位被全球右派视为精神领袖的男人，这位用一档晚间节目把整个美国保守派的视听口味重新训练过一轮的男人，竟然当着全美国观众的面讲出了一句连川普都不敢公开讲的话。他说，美国不会去保卫台湾，美国也保卫不了。他说，亚洲那边美国已经不可能单独说了算。他说，必须跟中国分权，必须承认自己撑不住了。说真的，当这几段话从帕克口中讲出来的时候，整个华府都炸了锅。要知道，就在2026年1月的时候，帕克还在自己的影片里警告全美国，说美国正在悄悄走向跟中国跟北韩的全面战争。他甚至点名指出，川普把2027年的国防预算从原先规划的1兆美元一口气拉到 1.5 兆美元，这就是为了打仗做准备。他在那段影片里反复强调，美国正在一步一步从共和国变成帝国，而帝国的尽头从来就只有一个结局，那就是大战。当时帕克的判断之尖锐，连俄罗斯的塔斯社跟真理报都连续报道了好几天，把这段话当成美国国运的转折点来解读。可是才不过2个多月，这位前福斯王牌就180度大转弯，跑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摄影棚里，跟总编辑坐下来，公开讲出了那段震惊世界的话。他说，美国的力量已经到顶了，再打下去就是消耗，再撑下去也是徒劳，所以该认的就认，该分的就分，台湾美国保不住了。各位观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的事情。帕克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这短短2个月的态度大转变，到底是真心话还是烟幕弹？他到底是看穿了什么，还是在替谁传话？而最关键的一点，当他在直播里轻描淡写地把一段话讲出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把一个天大的秘密说漏嘴，那就是这个世界即将迎来2个大国之间的世纪大战，而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另外那一个是谁？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观众倒抽一口冷气。我们先把时间线拉回到2026年3月20日，那天，帕克接受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编辑的视讯专访，整段对话加起来不到20分钟，但其中有一个片段被剪成短片疯传。光是 TikTok 上经济学人官方账号的那一支，按赞数就突破4万，留言超过2000条，全球播放次数早就破亿。在那个片段里，帕克的态度几乎是摊牌式的。他说，美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力量是有限度的，会被挥霍掉，而美国这几年正在挥霍。他直白地告诉观众，美国不会去保卫台湾，也根本没办法保卫。他甚至更进一步，把现在的世界比喻成一张地理上的势力分配图。他讲的那个分配方式，最简单最直接的版本就是美国管美洲那一块，中国管亚洲这一块。他原话的意思大概是，美国再也不可能是商业规则跟国际秩序的唯一书写者，因为中国的体量在那摆着，美国必须跟中国分权。他用了一个非常巧妙的词，他说大家必须找到一条不毁灭性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过渡。听到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这段影片在华府能引起山崩海啸了。要知道，帕克在 X 平台跟 YouTube 上加起来有大概2100万粉丝，他这一句话的影响力比5个美国国务卿加起来还大。那天访谈一播出，台北的反应是什么？是震惊跟愤怒。台湾新闻当天就用头版社论骂帕克从中国鹰派变成了中国傀儡，说他这是在替北京打认知战。前美军太平洋舰队情报官范乃尔上校公开反驳，说所谓的中美分权根本就是笑话，是赤裸裸的投降论。他甚至直接质问帕克，难道你准备好接受一个由共产党主导的世界秩序吗？他更进一步指出，帕克的这一套说法跟习近平推的所谓全球治理倡议几乎是同一个剧本，只是换了一张美国人的嘴。研究中国的智库战略风险公司的副总裁陈米丽莎更是直接戳穿，说帕克讲的所谓多极世界不过是包装过的美国衰落，是一个面具滑落的瞬间。
他还在 X 平台上补刀，说多极化从来就不是和平的妥协，那只是两个霸权之间过渡期的缓冲词，最终一定要分出输赢。他甚至点名说，中国共产党从来就不掩饰自己想要建立一个由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而美国一直到最近也从来不掩饰自己要捍卫他亲手建立起来的那个秩序。这两种立场根本不可能透过嘴上讲分权就解决，最后只能靠实力来决胜负。但是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帕克在这段访谈里讲了一句被很多人忽略，但细品起来毛骨悚然的话。他说，大国天生就要管自己的后院，这是大国的本能，谁都改不了。他这句话表面上是在替中国说话，帮中国辩护台湾问题的合理性，但真正听懂的人会发现，他其实是在说，大国跟大国之间早晚会为了后院吵起来，吵到一定程度就会打起来，这就是他说漏嘴的那一段。而且帕克讲这段话的时候，还顺带用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对比。他说川普现在搞的就是重启门罗主义，要把整个西半球收编进美国的势力范围，就连格陵兰也不放过，连委内瑞拉的总统都直接抓到美国本土来。他说川普做的这些事本质上就是大国管后院的本能，那为什么换成中国要管自己的后院，全世界就要喊打喊杀？这个逻辑类比乍听之下似乎有道理，但背后藏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讯号，那就是帕克已经在他的脑海里把世界当成2个甚至3个大国各自分区管理的格局来思考了。那么问题来了，帕克心里盘算的这场大国大战到底是哪2个大国？很多人第一反应当然是美国跟中国，毕竟川普政府才刚刚把2027年国防预算拉到 1.5 兆美元的历史天花板，刚刚签了一道行政命令，把美国从66个国际组织里退个精光，包括31个联合国体系内的机构跟35个体系外的，刚刚在委内瑞拉抓了人家总统马杜罗，刚刚在伊朗炸了一轮，这怎么看都是一个打算开大的姿态。但帕克最近的态度却是，美国该认怂，该收手。那这就矛盾了，他既然主张认怂，又为什么还要警告大国大战？这就是他话里的玄机。他不是在说美国要跟中国打，他是在说，当美国认怂退场以后，一个更大的火药桶会被点燃。仔细听他在4月初那一集叫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节目里的分析，你就会发现帕克其实透露了一个更深层的判断。他说，从中国的角度看，他们最在乎的是自己周边那几个还没完全掌控的国家，包括台湾、日本、南韩还有菲律宾。他说中国想要的是区域霸权，这是大国本能，跟川普现在重启门罗主义想控制西半球一个道理。然后他话锋一转，讲了这样一段。他说，中国最大的问号就是日本，因为日本历史上就是中国的死对头，又是现在亚洲最强的工业国家。中国能不能容忍家门口出现一个竞争对手，特别是日本未来甚至可能拥核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他说没有人能回答。他甚至更尖锐地指出，日本表面上人口老化，看起来有结构性弱点，但日本这个民族骨子里的韧性跟工业底蕴是不能小看的。他举的例子是，二战结束时日本被打成废墟，连东京都被烧成平地，可是不到20年的时间，日本就重新爬起来，变成全世界最强的制造业大国。他说如果让他赌，把钱压在中国跟日本，谁会在未来的东亚胜出，他会把所有的钱压在日本身上。这段话从一个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员嘴里讲出来，意义重大，因为这等于是在告诉中国，你别以为日本只是一只纸老虎，日本一旦被逼急了，你绝对招架不住。而在更早的一集跟一位住在北京的讲师蒋学勤的访谈里，帕克更是花了整整68分钟跟对方一起聊所谓的新世界秩序。蒋学勤甚至明确跟帕克说，如果让他来当美国总统，他会直接坐下来跟俄罗斯、中国、伊朗一起谈，重新分配世界。帕克听完之后讲了一句让所有美国鹰派炸锅的话，他说这可能是保住人类文明唯一的办法。但有趣的是，整段访谈里，帕克跟蒋学勤都没有正面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日本怎么办？日本愿意接受被中国管吗？这个问题被刻意绕过去，但所有东亚观察家都看在眼里。各位观众，到这里那个谜底就快揭开了。帕克说漏嘴的2个大国，其中一个是中国，另一个
并不是美国，而是日本。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帕克最近的所有发言看下来，他传递的核心讯息其实很清楚。第一，美国管不了亚洲了，要退场。第二，台湾这颗棋子，美国不会出手保。第三，台湾一旦变天，亚洲格局就会彻底重组。第四，重组过程中真正会跟中国正面硬刚的，不是已经退场的美国，而是被逼到墙角的日本。第五，这场硬刚几乎没有不打的可能。这个判断有没有道理？我们把帕克的话放一边，去看看现实世界正在发生什么。2025年11月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殿堂里当着全日本媒体的面说出了一句彻底改变东亚格局的话。他说，如果中国对台湾动武，那就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根据日本2015年通过的安全保障法，日本可以动用集体自卫权出兵介入。这是日本战后几十年来第一次有现任首相把台海有事跟日本动武明确挂钩，北京当场就炸了。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健直接在 X 平台上对高市做出了砍头级别的威胁。那句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大概是要把那颗把鼻子伸到别人事情里的脑袋砍下来。这种讲法从一个现任驻外总领事嘴里讲出来，几乎是空前绝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跟日本外相通电话的时候，连用了震惊跟挑衅这种强烈的词。中国在联合国的大使更是把这段话定性为国际法意义上的武力威胁。中国外交部随后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要求高市早苗立刻收回那段话，但高市早苗拒绝了。他不但拒绝，还在后来的记者会上补了一句，说他讲的不过是日本政府过去就有的立场，只是这一次讲得更清楚。更重要的是，高市早苗在面对国会议员不断追问的时候，一次都没有撤回他的讲法。他甚至在后来的记者会上补了一句，说他讲的不过是日本政府过去就有的立场，只是这一次讲得更清楚。这在日本政治史上几乎是第一次有首相用这么直接的方式把台海跟日本生死绑在一起。日本国内的反应呢？让北京没想到的是，日本国内几乎所有主要党派都站在高市这一边，没有任何派系出来逼他道歉，连一向跟中国比较友好的公民党这次都选择沉默。日本全国民调显示，超过60%的民众支持首相的这个立场。接下来几个月，事情就一路走到了刀尖上。中国对日本祭出了一轮又一轮的反制，先是禁了日本水产进口，这对日本北海道的渔业是一记重拳。再来是发布旅游警示，叫中国公民不要去日本。光是这一招就让日本旅游业损失上百亿日元。京都、大阪、东京这些原本挤满中国游客的地方，2025年12月跟2026年1月几乎变成空城，连观光业者都跑出来上街抗议。然后到了2026年1月6日，中国商务部正式宣布对日本军民两用品出口禁令，意思就是凡是可能拿来搞军工的东西，一律不能卖给日本。中国的军民两用品管制清单上总共大概有1100项，其中有多少会落到日本头上，目前还没人讲清楚，但业界估计至少有300到500项会被限制，影响的范围从电子零件到稀有合金都有。同一时间，1月7日，中国商务部对日本生产的二氯细烷展开为期1年的反倾销调查。这个东西听起来陌生，但它是半导体制造的关键原料。中国有大概 72% 的二氯细烷是从日本进口的，这意味着日本掌握了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一条命脉。但反过来，中国也可以透过这种反倾销调查逼日本企业让步。这一招打得非常巧妙，因为中国同时也在告诉华府，你看，我也有牌可以打，我也可以掐住日本的咽喉。到了2026年3月，轮到稀土，中国把稀土跟稀土磁铁的出口管制正式扩大到日本，这对日本的汽车业、电子业、国防工业都是核弹级的打击。我们都知道，丰田、本田、日产、索尼、东芝、三菱重工，每一家的供应链里都离不开稀土。丰田的混合动力车一台要用上百克的稀土，三菱的潜艇磁铁更是非中国不可。日本朝日新闻在3月底做了一个民调，问日本民众，你觉得日本跟中国的关系未来会更好还是更坏？结果有大概 78% 的人选了更坏。注意，是 78%， 这个数字是过去30年最高的一次。更值得玩味的是，
当中国祭出稀土管制的同一周，日本的索尼、松下、村田这几家大企业竟然集体跑去澳洲、去越南、去印度寻找替代来源。这个动作背后的意义很大，它代表日本企业界已经正式开始把中国当作不可信任的供应方来规划。一旦企业界做了这个决定，那就是不可逆的。一个国家的企业不再相信另一个国家的供应链，那两国关系的根已经断了。那日本怎么回应？这就是帕克没说出口，但所有东亚情报机构都看在眼里的那一段。2026年4月17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村雨级驱逐舰雷号悄悄驶入了台湾海峡。这艘军舰从南端进入，以慢速航行14个小时从北端驶出。整个过程，日本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但中国的解放军东部战区全程跟监。这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第一次有日本军舰穿越台海。各位观众请记住这个日期，2026年4月17日，这个日期极有可能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上被当作日本战后对华政策正式转向的起点。要知道，过去几十年，日本在台海问题上一直走的是低调路线，冷战时期不去碰，后冷战时期绕着走，连美国在台海玩自由航行的时候，日本都只是默默点头。为什么？因为一旦日本军舰真正穿越台海，那就是在国际法层面承认台海是国际水域，是在直接挑战北京对台海的主权主张。可是这一次，日本就是这么做了，而且时间点选得特别狠，正好挑在帕克喊着美国放弃台湾的访谈播出后不到1个月。这是什么信号？这是日本在告诉全世界，我听见帕克的话了，我听见华府的松动了，但我日本不打算跟着一起松，我日本要在台海自己画一条线。换句话说，日本已经做好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哪怕美国真的退场，日本也要自己顶上去。这个决定背后的分量远比表面上的一艘驱逐舰要重得多，它代表日本战后77年来最大的战略转向。而且这还没完，同一艘雷号驱逐舰驶离台海以后，径直开往菲律宾，去参加美日菲澳联合的肩并肩军演。这次军演，日本第一次派出了战斗部队，跟其他7个国家的17000名军人并肩演练。这次军演的科目里包括了对岛屿的夺占跟反登陆，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演的就是台海有事的场景。日本传递的讯息已经不是模糊的暗示了，而是一句赤裸裸的宣告：日本准备好了。那中国呢？中国的反应就像帕克隐约预测的那样，越来越强硬。中国解放军报在去年11月就刊登过一篇社论，标题里用了相当于最后通牒等级的语气，警告日本一旦干预台海，就会把整个国家绑在毁灭的战车上。中国的人民日报用终生署名发了一系列社论，说日本如果非要跟拆分中国的车队绑在一起，那就一定会自食恶果。请注意这个用词，必然自食恶果，这是中国官方社论里几乎见顶的措辞强度。同时，解放军报社的官方账号还在中文跟日文社群媒体上同步发了海报，把日本介入台海跟二战时期日本侵华做类比。这种类比在中国官媒上几乎没有出现过。北京日报甚至直接把高市早苗的讲话跟当年日本帝国为了侵略满洲找的借口摆在一起对比，这种对比的政治意涵极为严重，等于把高市早苗定性成战争挑衅者。到了2026年3月，中国军方多个来源透露，东部战区已经完成了对日本西南诸岛的兵棋推演升级。日本方面，国家安全保障局在4月初的闭门简报中，向高市早苗提交了一份代号被外界称为赤色海峡的应急预案。这份预案的核心假设就是，台海一旦有事，日本必须在24小时内把整个西南方向的自卫队指挥系统切换到战时模式。这份预案还包括了冲绳本岛的居民疏散计划、内坝机场的军用化转换，以及与内国岛跟石垣岛的防空部署。这些动作已经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进入了实质操演阶段。各位观众，所有这些动作全部发生在帕克喊出美国放弃台湾的这1个多月之内。所以你现在再回去听帕克在3月的那段访谈，再回去看他4月节目里关于日本是中国最大问号的那段话，你就会明白，他根本不是随口一说，他是在用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告诉美国观众，未来几年亚洲会打仗，会打大仗，而且打的人不一定是美国，是中国跟日本。
那为什么帕克不直接说是中国跟日本要打？因为他不能说。第一，他刚刚喊完跟中国分权，讲中国本能要管后院，如果他紧接着说中日要开战，那就等于在打自己的脸。他刚刚主张的那套退场战略立刻破产。第二，他也不想让美国观众觉得自己拖了亚洲的责任之后，世界就要乱套，所以他必须用一种轻描淡写、似有若无的方式，把这个结论藏在一连串的论点里，让真正听得懂的人去听懂，让听不懂的人继续以为这是和平方案。第三，他自己心里很清楚，一旦中日真的打起来，美国根本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因为美日同盟条约就摆在那。他讲的退场本质上是个概念，真到了那一天，事情会比他描述的复杂10000倍。第四，更关键的是，他现在已经被川普公开逐出 MAGA 阵营，他必须维持自己论述的内部一致性，不能在这个敏感时刻给对手抓到把柄。这就是为什么华府这帮鹰派骂他骂得那么凶，范乃尔上校直接把帕克叫做注册外国代理人，陈米丽莎说他玩的是包装过的投降。共和党鹰派议员霍利在 X 平台公开喊话，说帕克你跨线了。他们不是在骂帕克支持中国，他们是在骂帕克把美国的退场战略包装成和平方案，误导美国观众，让美国观众觉得放弃台湾、放弃日本没什么大不了。连川普本人在3月初接受 ABC 记者卡尔的电话访问时，都明确跟记者说，帕克迷失了方向，他不再属于 MAGA 阵营， MAGA 是要救美国，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要美国优先。这3条帕克现在1条都没做到。更耐人寻味的是，3月18日，刚刚从川普政府辞职的前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恩·肯特，第2天就跑去帕克的节目，公开指控以色列才是让美国卷入伊朗战争的真正幕后黑手。这种辞官即上节目的操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帕克身边正在聚集一群对川普政府极度不满的前官员。这些人手上都有第一手情报，他们选择把资讯倒给帕克，而不是倒给福斯，倒给 CNN。 这个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但说真的，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看，帕克讲的东西逻辑本身是有自洽性的。他描述的那个世界就是一个美国权力收缩，中国权力扩张，日本被迫崛起的多极化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战争并不是不可能，而是高度可能。因为当一个霸权退场，另一个霸权还没完全建立，第3个力量被挤压到绝境的时候，三方互相试探的过程本身就是战争的孵化器。历史上每一次大国换班几乎都伴随着战争。19世纪末，英国跟德国互相角力，最后爆发一战。20世纪中期，英国跟美国权力转移，虽然没有直接打，但中间夹了2战跟一连串殖民地战争。1990年苏联解体前后，中亚跟东欧打成一片，每一次大国权力洗牌，血都流得很多。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提过一个很有名的概念，叫修昔底德陷阱。他统计过去500年里，老牌霸权跟崛起霸权正面相撞的案例总共16次，其中有12次最后都打了起来，只有4次没打。换句话说，从历史几率上看，一个崛起中的中国跟一个区域中强的日本之间，最终走向战争的几率比和平还要高。这不是悲观，是纯几率。那中日这场仗会怎么打？我们可以从目前公开的军演记录推一推。中国方面，解放军2026年的军演科目已经清楚地把日本纳入了重点假设敌之一。东部战区的雷霆系列演习开始模拟同时对台湾跟日本西南诸岛实施封锁。火箭军的东风26这款被称为关岛杀手的中程弹道飞弹，已经多次部署到能覆盖日本全境的位置。海军方面，山东舰跟福建舰这2艘航母已经多次穿越宫古海峡。中国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要切断日本从南海到太平洋的海上交通线。一旦切断，日本 99% 的能源进口会被卡死，整个国家会在3个月内进入严重危机。这就是中国对付日本最致命的一招，叫做资源绞杀。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马齿群岛900公里外的上海方向重新启用了多个老旧的飞弹阵地，部署的是经过改装的东风17跟东风 21D， 射程刚好覆盖日本的横须贺、武港、佐世保这几个自卫队主要海军基地。这个动作的意涵极为直接，
就是在告诉日本，一旦开战，日本的大型水面舰队连港口都出不了。日本方面，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已经接近完成升级。日本花了大概24亿美元跟美国买的400枚战斧巡弋飞弹，第一批已经到货，部署在九州。日本自研的12式岸舰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东海方向已经完成部署。F-35战机的数量会推到大概150架左右，挂载的是挪威制造的联合打击飞弹，是专门用来打中国军舰的。日本的小笠原群岛、冲绳一带的自卫队基地全部进行了硬化跟分散化升级，准备承受第一波飞弹打击。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会在4月初通过了一份新的防卫预算修正案，把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从原本的 2% 一口气拉到 2.5%， 这个增幅是日本战后从来没有过的。预算的重点全部集中在反舰能力、岛屿防卫跟战略物资储备。日本还跟美国谈了一份新的飞弹共同生产协议，未来5年要在日本本土建立3座战斧飞弹组装厂，目的就是摆脱对美国本土供应链的依赖。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去年完成的下一场战争的第一场仗系列推演，总共跑了24种剧本。在绝大多数剧本里，战争的触发点都不是中国突然主动进攻，而是台海局势失控，日本介入，然后升级。CSIS 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美军在这种情境下，第一周就会把长程反舰飞弹的库存打光。换句话说，没有日本，美国根本撑不下去。CSIS 的结论很直白，美日必须一起打，否则美方根本打不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日本最近这么积极地把自己的反舰能力推到最高，因为他们知道，到了那一天，自卫队不再是辅助，而是主力。这些东西不是吹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也就是说，从军事准备上看，中日双方都进入了临战状态，差别只是谁先按下那个按钮。那美国会怎么办？这就是帕克最关心的那个问题，也是他在访谈里反复绕着讲的核心。他的判断是，美国会摆出姿态，但不会真打，会嘴上喊话，但不会出兵，会卖武器，但不会派舰。他说川普政府已经在这条路上了，而下一任美国总统不管是谁，都会延续这个方向。因为帝国的衰退是结构性的，是美国自己没办法逆转的，这就是帕克想告诉美国观众的那个冷酷现实。但帕克的这个判断在华府内部其实有很大的争议。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上将就明确在国会作证时讲过，美军即使在现有兵力下跟中国正面对决仍然会赢，只是代价会很大。这就跟帕克的判断形成了直接冲突。帕克说美国保不了台湾，帕帕罗说美国能赢，两个都是相当有分量的人，讲的话却完全相反。这种分裂本身就是美国决策圈内部对于亚洲未来最深层分歧的缩影。那台湾怎么办？帕克的答案更冷酷，他说台湾应该认清现实，承认自己无法被保卫这个事实，然后跟中国谈一个和平统一的条件。他甚至拿香港做比喻，说让所有省份都回到母体，可以不流血，可以不打仗。他的这个论点在台湾引起了排山倒海的反弹。台湾国防部今年宣布把国防预算拉到 GDP 的 3.2%， 创历史新高。台湾的雄风反舰飞弹、虎狼无人机已经量产到上万架的规模。台湾明显不打算照帕克的剧本走，而且台湾已经悄悄成为美国的第7大贸易伙伴。这个地位是过去10年慢慢累积起来的。最新的美台贸易协议给美国中小企业开了一条进入亚洲市场的快速通道。如果美国真的依照帕克的剧本退出台湾，那不只是军事上的退让，更是经济上的自残。台湾晶片占全球先进制程的90%以上，台积电一家就足以让全世界的科技业跟着台湾的呼吸节奏走。这种战略价值是帕克在他的访谈里完全避而不谈的部分。到这里，整件事的脉络你应该都看清楚了。帕克在直播里说漏嘴的不是随意一句，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他把全亚洲未来几年的走势浓缩成了3个关键点。第一，美国退场已成定局。第二，中国对台湾的整合已是必然。第三，中日之间的最终对决几乎无法避免，其中一个大国是中国，另一个大国是日本。这就是帕克想说又不能直说的那个真相。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这场可能的中日大战会在什么时候爆发？我看过的所有公开推演里，最具参考性的时间表都把高风险窗口设定在2027年到2029年这个区间。为什么是这个区间？因为解放军多次内部会议流出的时间表都把所谓台海军力准备就绪的窗口设定在2027年，这就是西方智库圈里常讲的戴维森窗口，用前印太司令戴维森的名字命名。而日本自卫队的反击能力升级恰好也在2027年到2028年之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双方都在拼命准备，都在拼命赛跑，赛跑的终点就是那个谁也不想说，但谁都心里有数的开战时刻。更关键的时间节点是中国共产党21大，预计在2027年下半年召开。如果习近平要在21大上向全党全国交出一份标志性的政绩，那台湾议题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选择。另一边，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执政基础极为脆弱，他的内阁支持率近期已经跌到不到30%。要稳住政权，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外部敌人。中日双方的领导人都有强烈的内部政治诱因，去把对外姿态硬化到底，这就是地缘政治学者最害怕的双方领导人都需要战争的场景。帕克在访谈的最后讲了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他说，这个世界即将进入一个大调整期，而调整的代价总是非常沉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背后一阵凉，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是平静的，语气是轻的，几乎没有任何情绪。一个曾经的战争鼓吹者，到了这个年纪，讲起战争已经像在讲天气，这才是最可怕的部分。而且更值得玩味的是，帕克在4月20日那一集跟他弟弟巴克利一起做的节目里，竟然公开讲了一句，他们对于过去支持川普这件事将会被折磨很久。这句话从帕克嘴里讲出来，等于是公开跟整个 MAGA 阵营切割。一个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开承认自己错了？通常只有2种，一种是彻底退出舞台，另一种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东西要来。看帕克最近的活跃程度，显然不是第一种，那就只剩下第二种。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的可能就是那场他不能明说，但已经在他心里演练过无数次的中日大战。他甚至在2月跑了一趟以色列，据他自己事后在节目里说的，他在以色列班古里安国际机场被以色列安全人员拦下来盘问，虽然以色列航空管理局后来否认这件事，说那只是例行通关，但帕克从以色列回来之后，整个人的论述风格明显变了。他开始大量谈论帝国的崩溃，谈论犹太人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谈论犹太教与基督教的世纪分裂。这些主题串起来，再加上他对中日问题的反复绕讲，让很多观察家认为帕克心里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世界观。在他的世界观里，美国已经被以色列拖进中东的死循环，而真正的决战场在亚洲。如果这个解读是对的，那帕克说漏嘴的就不只是中日大战的可能性，而是整个美国精英层内部已经对未来10年的世界走势达成了某种隐形共识，那就是亚洲必有一战。而美国最理性的选择是让这场战争发生在没有美国本土的地方，让中国跟日本互耗，让亚洲的2个大国互相牵制，最后美国再进场收割。这是不是非常熟悉的战略逻辑？是的，这就是英国当年在欧洲玩了300年的离岸平衡手战略。历史总是在重演。各位观众，看到这里，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我们这代人可能真的处在一个历史的拐点上，过去40年的和平红利正在快速消耗。亚洲这个全世界最繁荣的经济区域正在变成全世界最危险的火药桶。中国、日本、台湾、南韩、菲律宾，每一个地方都在重新武装，每一个地方都在重新计算成本，每一个地方都在重新选边。帕克说漏嘴的那句话，与其说是一个预言，不如说是一面镜子。镜子里映出的是我们所有人正在走向一个我们既不熟悉也不愿意接受的未来。希望帕克是错的，希望他这次的判断只是又一次标题党，希望中国跟日本能在最后一刻回到谈判桌前，希望台湾能在大国夹缝中找到一条活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不必亲身经历这场连帕克自己都不敢明说的大战。
但如果他这次说对了呢？如果3年后、5年后，我们真的看到中日两国在东海、在南海、在台湾海峡爆发大规模冲突，那么今天我们听到的这几段帕克的访谈就会变成历史的见证。后世的历史学家会回过头来看，会说，看，这个男人在2026年的春天已经把答案放在嘴边了，只是没几个人听懂。